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近日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军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如此严重的伤亡啊，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为什么佩斯科夫罕见地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承认这个事实，其实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强调，我俄罗斯其实更重视我这些牺牲的这些力量，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牺牲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是要进行进一步的歌颂、进一步的赞扬。那么，通过这种歌颂，通过这种赞扬，能够显示出国家的一种决心。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呢，8号就表示，俄罗斯正在改变战术，现在主要是把力量集中在空袭上。那请教一下石先生，那俄罗斯在这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照第一阶段相比，它在战法上会有什么样的异同？第一个呢是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俄军之前呢是多条战线呢进行作战，但是很快呢就发现兵力不足，后勤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俄军呢赶紧呢就进行了转变。那现在呢主要集中于顿巴斯地区，这样一来的话，俄军就能够呢形成一定的兵力优势，而且呢后勤方面的压力也会呢大大的缓解。第二个显著的不同呢是俄军除了进行地面作战之外，他以高精度的武器重点打击乌军的燃料库、铁路枢纽，目的呢在于切断乌军获取燃料和武器装备的能力。这样的话，能够呢大大的削弱乌军进行持续作战的能力。那您怎么来看？俄罗斯方面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天结束这场冲突，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因为呢乌军从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抵抗的很顽强。乌军现在的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士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主要呢就是因为呢俄军从基辅、切尔尼戈夫方向呢撤军了，这个使得呢俄军很被动，而乌军的士气一下子就大涨了。那还有呢就是西方持续呢对乌军所进行的军事援助，而且呢这种力度在不断的加大。北约将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呢，将抹去所谓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区别。那石先生，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呢，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特别是对于重型武器装备来说更是如此。那么现在呢，北约对于乌克兰，在军事援助方面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呢，乌军战场上呢顶住了俄军的攻势，并且呢给俄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使得呢北约国家呢认为乌克兰的这个棋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西方呢给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装备实际上呢目的是让乌军具备呢进攻作战能力，也就是呢让乌军可以对俄军展开反攻。那很明显也是说明西方呢在进一步的拱火。我们确实注意到，最近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的访问基辅，似乎在为乌克兰打气。尤其是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是出乎意料的出现在了基辅，并且称泽连斯基是英雄。那孙先生，您怎么来看美西方最近不断的在渲染这个乌克兰必胜这样的一个言论？他们有什么企图？首先，我觉得是俄乌战场的态势让欧盟以及北约看到了乌克兰获胜的一种可能和前景，也就是说，乌克兰军队的抵抗意志和效果呢，的确是超出了北约和欧盟的想象和预计。在3月25日呢，俄军做出的调整，本身就代表了乌军的抵抗是比较有效的。第二个就是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对抗，我觉得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进入大规模的会战，甚至是决战的阶段。欧盟以及北约呢摸清了俄罗斯的基本的套路他们应该是认定俄方不太会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说通过常规武器的援助来消耗俄罗斯。那跟随博雷利一起访问乌克兰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他表示将加速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一旦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话，会对整个局势有什么影响？刘先生。从欧盟的角度来讲，因为毕竟欧盟它还是一个我们说，相比较北约来讲，它不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它更是一种这个政治和经济这方面的组织。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乌克兰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也就是说，欧盟如果接纳乌克兰的话，它会释放一个更强烈的信号，就是
接纳乌克兰向欧洲靠拢，那么也给乌克兰在自己传统的这个诉求这方面给了他一个出路啊。但是毕竟欧盟不是一个军事化的组织，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看俄罗斯那边的态度可能也会有所这个缓和啊，不会那么的强硬。4月8号，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的批准通过第5轮对俄制裁措施。我们通过报道知道呢，可能第6轮已经在酝酿当中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呢，确实欧洲的一些国家一方面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一方面对俄罗斯进行这个制裁打击。很多人都说这个俄罗斯可能扛不住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卢布依然坚挺。石先生，你怎么来看？俄罗斯呢，撑不撑得下去呢？主要是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如果俄罗斯政府态度呢很坚决，而且呢俄罗斯老百姓呢也支持俄罗斯政府，那么俄罗斯就能够撑下去。毕竟俄罗斯呢是世界级的大国，整体实力呢还是很强的，特别是俄罗斯呢在粮食能源资源等等方面很丰富，这是它撑得下去的基础。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呢，经济上肯定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压，从吃牛排到吃土豆，其实呢也能活下来，但是也算是扛住了。但是这个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呢，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4月7号，俄罗斯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被暂停了，但是仔细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反对暂停俄罗斯资格的有24票，这个弃权的58票，这个数字加起来要比3月初的时候这个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这个俄罗斯的行动那次决议呢要多。有评论就称，国际社会围绕如何处理这场乌克兰危机呢，正在日益明显的形成第3阵营，发出第3声音，也就是说不赞成简单化和情绪化的处理。那接下来这个第3声音会否这个越来越多，声量会越来越大？它的出现对于整个局势的走向又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它体现一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它其实还是在整个的世界经济体系里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我们看到在能源这一方面，美西方现在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的程度，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作为重要的这个能源的供应商，中东国家其实并没有紧跟美西方的步伐，它其实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的力量啊。那么从这一点角度，我们也看到，其实也就是说，在制裁、在对抗俄罗斯这方面，全世界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共识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需要看到的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种经济制裁，对于第3方、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些不是相关方，但是又被波及的国家和地区，肯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于说能不能改变局势，我觉得可能这种可能性又不是太大。就像2个人打架，最终不打了休战了，我觉得是有2种可能性，一种是打不动了，打出结果了，胜负已经翻出来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警察来了。现在这种第3方，我觉得很难去扮演警察的角色。最终的局势还是要取决于相关方博弈的程度和结局吧。3月29号，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5轮面对面的谈判。那谈判结束之后呢，双方都表达了这轮谈判颇具建设性。但是就在几天之后，4月7号的时候，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乌方6号提交的最新协议草案背离了3月29号双方谈判的时候乌方所签署文件当中确定的重要立场。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也在提醒乌方要注意谈判的这种一致性。那为什么在谈判当中会出现这种反复？这个谈判的变数又是哪些呢？石先生，乌方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呢还在于战场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军从全面进攻转成了重点进攻，那再加上西方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而且力度还越来越大，这使得乌方现在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可以和俄军长期进行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乌方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谈判桌和战场那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4月4号，埃及外长舒凯里就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就是阿盟国家，准备成为俄乌谈判的调解人，以推动谈判进程尽快结束军事对抗，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为什么阿盟想要充当俄乌冲突调解人的角色？孙先生，我觉得阿盟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它的行动能力或者行动效率肯定是有限制的。其实呢，现在是土耳其在扮演这种斡旋或者调停的一个角色。埃及呢，其实作为一个个体来讲，可能要比阿盟去调停或斡旋这种机会可能性更大至于说为什么以阿盟的名义去介入，可能是埃及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面子去做这件事情吧。我们注意到，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呢，包括土耳其、以色列、阿盟国家都想担任这个俄乌冲突调解人的角色。之前呢，包括德国、法国也在不断的斡旋。舆论上就在讨论到底是谁更适合担任这个调解人的角色。那为什么这些国家和组织都争相当这个调解人？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冲突升级之后，没有几天，乌克兰和俄罗斯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谈判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多轮。也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种愿望呢？如果光靠这个双方当事双方来自己进行这种协调的话，它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调停方来站出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调停这个作用其实可以彰显一个国家它的这种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国际地位，它的一种国际的影响力。那么其实很多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他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可以从这种现在的冲突中能够获得国家的某些收益那如果说斡旋没用的话，再加上这个谈判停滞不前，那这场危机是不是就有长期化这么一个趋势？到底怎么才能解决呢？双方的国力、军力包括俄罗斯在内，都支撑不了长期的高烈度战争第二个就是这个乌克兰也不愿意一直充当炮灰的这种角色。顿巴斯这个会战或者是这种乌东地区的战事，比较有名目或者是这个轮廓比较清晰之后，我相信双方进行谈判的意愿会更强烈一些。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从被迫选边站队转向表态中立，甚至出现斡旋，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场危机的挑动者、供货者美国，它的这个号召力、信服力有限，而且越来越多国家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边？那乌克兰危机是否带来了世界格局的重塑呢？应该说呢，美国在俄乌危机中是一个获益方。其实呢，大国博弈就是如此，不仅去设局，也要去破局。其实呢，这次俄罗斯是意外掉到局里面去了一方面呢，美国借助俄乌危机重整北约和欧盟，稳定了这个在大西洋这一边的阵脚。整个西方的阵营呢，显得是空前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会不会转移？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观察的。美西方它传统的这种西方体系下，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自己是存在一种固有的一些内部矛盾的，但是现在的冲突暂时掩盖了它的这种矛盾使得它的这种体系看起来是要比以往更加这个坚固了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国家其实希望更多的保持中立，希望这种冲突能够得到尽快的结束。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加分散的、更加这个不均匀的这样一种世界的未来。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将近50天，目前的焦点就在乌克兰东部。俄乌两国媒体都声称，对方已经在这个区域完成了大军的部署，甚至还有后援力量在不断集结。一些俄罗斯媒体也报道说，曾在叙利亚战果累累的俄南部军区司令已经成为特别军事行动新任指挥官。但是乌克兰方面似乎也对可能到来的交战并不畏惧。乌外长库列巴在接受采访时甚至得意地说，乌克兰已经被证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也许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强大的军队。据俄罗斯军方电视台播放的画面，近几天俄军新的坦克和大炮部队以及从基辅周边地区撤出的部队开始抵达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伊久姆北部。美国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上周五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长近13公里的俄军车队朝顿巴斯地区进发。
同样的，目前各方的信息显示，乌克兰军队也在不断朝乌东方向集结。评论指出，这也许就是俄方第2阶段军事行动的主要焦点。之前，当被提问到俄罗斯伤亡情况时，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沉重地表示，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遭受了重大损失，这对俄罗斯而言是巨大的灾难。种种迹象让西方媒体就此唱衰俄罗斯，说俄罗斯快要扛不住了。外界注意到，在特别军事行动第1阶段，俄军并没有使用大量的重火力武器，空天军出动的次数也较少，俄军导弹部队也仅是定点清除乌方地面高价值目标，未曾连续发射导弹实施火力覆盖。这导致俄方几度宣布消灭乌方防空力量后，战机、舰船和作战人员仍然遭到重大损失，甚至本土油库也遭偷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当初设计对乌作战构想有误，俄军付出了巨大代价，也没有能完全摧毁乌克兰军事机器。美国充分发挥技术信息优势，为乌克兰提供情报监视、侦察和后勤的帮助，使那些分散于各个战区的乌克兰部队各自为战，打击俄军的侧翼和交通线。这些迂回的战术还是很厉害的。在前6周第1阶段战事，俄乌部队主要在西部和北部多森林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交战，地形和屏蔽物有利乌军打游击战偷袭俄军，但乌东地势平坦开阔，适合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常规战，这对俄军较有利。而且该区接近俄罗斯本土，补给线较短，有利俄军后勤。综合多方媒体消息，俄军还对指挥体系进行了调整。4月9号，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南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已经开始担任俄军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对此，媒体分析称，此前每支俄罗斯部队都是单独指挥，但新任命的德沃尔尼科夫将把所有部队统一在俄在乌中央指挥官的领导下。今年61岁的德沃尔尼科夫履历相当丰富。1978年，他在苏沃洛夫军校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高等合成军队指挥学校深造。1982年，在远东军区历任排长、连长、营参谋长，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2012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兼第1副司令。2015年9月，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叙利亚部队指挥官，在叙利亚战场上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曾被克里姆林宫授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指挥一度令他成为明星战将。2015年9月，俄罗斯刚介入叙利亚战事时，情况非常危急，巴沙尔政府仅控制全国10%的领土，反对派甚至声言要在2015年彻底拿下大马士革，推翻巴沙尔政权。不过，最终在德沃尔尼科夫的指挥下，情况发生了逆转。巴尔米拉战役、阿勒颇战役都是其可圈可点的指挥战例。另一方面，曾有舆论担忧，陆军背景的德沃尔尼科夫不适合指挥主要是空袭的俄军指挥行动。但后来证明，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不仅仅是空中行动，更是一次联合兵种行动，进一步证明了德沃尔尼科夫丰富的战场指挥和多兵种协调作战能力。莫斯科希望让本来就负责主攻顿巴斯地区的南部军区军团发挥主心骨的角色。其他军区的部队呢，可以作为辅助角色，这样一来呢，可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军区的这个部队形成合力。从战术上看，俄军很可能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转入更扎实的阵地战，这样能够稳住节奏。对于俄方的变化，4月8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称，俄罗斯正在改变战术，现在主要把力量集中在空袭上。有观察就发现，俄军正在加大进攻力度，意图快速结束马里乌波尔的行动。俄媒对此还进行了现场报道。画面中可以看到，俄军使用冰雹火箭炮地毯式轰炸了马里乌波尔工业区的亚速营武装分子阵地。面对俄军的新战术，乌克兰方面继续向外界求援武器装备。我觉得这是德国要跳到乌克兰危机的前台，与俄罗斯作对了。我个人的看法，既搬空德军仓库，用当年东德遗留的苏联武器武装乌克兰，到如今又提出安排兵工厂，专为乌克兰生产北约制式武器，意味着对俄挑战的升级。我个人看法，德国某些政治人物实在是低估了，走进了一场危机四伏的轮盘赌。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时，应放弃区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这被视为暗示应提供进攻性武器。而北约成员国捷克近日已向乌克兰运送了 BVP-1步兵战车和 T-72坦克，成为首个为乌克兰提供具进攻性武器的欧盟国家。捷克电视台还发布了捷克使用火车向乌克兰运送坦克和步兵战车的画面，称这是捷克与北约盟国送出的礼物。此举遭到俄方强烈反弹，警告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此外，英国已决定向乌提供120架獒犬装甲车，澳大利亚日前表示将提供20辆 Bushmaster 装甲车，斯洛伐克上周五称会给予 S-300 地对空导弹系统。此前还有报道称，美国和北约希望向东欧一些国家出售大批新型美式装备，比如 F-16战机和爱国者防空系统和 M1A2 坦克，从而将置换出来的俄式重装备，像米格系列战机和 S-300防空系统以及 T-72坦克等援助给乌克兰，便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尽快形成战力。但在俄发出强烈警告，并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大型军火库后，暂时没有具体行动。因为一旦进入乌东部的阵地战，乌克兰很难再靠单兵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以及反装甲小队取得优势，只能靠那些重型武器远距离压制敌人的火力，一步步的往前拱。捷克最近向乌克兰提供了 T-72主战坦克，实际上北约东欧国家中还有数百辆苏联时期的这种主战坦克，后来有些还进行了改装升级。前几天斯洛伐克还向乌克兰提供了 S-300防空导弹系统，这些都是乌克兰军队比较熟悉的，拿来就马上可以用的武器。根据《华盛顿邮报》4月13号报道，美国也将提高对乌军援力度，预计新一轮援助将高达7.5亿美元，其中包括悍马战车、攻击型直升机等。另外，乌方也正在与美捕食者及猛禽无人机生产商接触洽购。4月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承认，从2014年开始，近8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一直接受美国与其他北约盟国的训练。就在上周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也发表声明称，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与即将从美国返回乌克兰的乌军队进行视频通话。据了解，该支乌克兰军队在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安全合作学校 Nevsky Yates 进行军事培训和教育，包括巡逻艇操作、通信和维护方面的训练。自3月初的课程结束后，美国军方为该小组提供了额外的高级战术培训，包括关于无人机的培训。该军队目前从美国返回乌克兰。实际上，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乌军常年保持6个作战旅在前线轮战，每8个月一轮换。轮换回来的作战旅会在驻地进行整补几个月，然后去训练基地进行集训，最后再开赴前线进行下一轮轮战，以此类推。而这里面的基地训练就是美军介入最深、对乌军影响最大的。美乌联合基地训练项目名为 JMTGU 联合多国培训大队乌克兰，地点就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郊区的亚沃利夫训练中心，由总部在德国的北约驻欧洲第7陆军训练司令部领导。在这个项目中，美军每次会派出一个旅级战斗队的200多人，包括旅司令部、相关专业兵种代表、普通步兵，还有指挥、通讯、后勤、医疗、运输等保障单位，执行为期6到9个月不等的教官任务。北约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波兰等也有少量教员参与。该项目每年计划培训乌军5个作战旅和1个特战营，美军和乌军按照专业和军衔1对1帮扶。每期55天的集训结束后，乌军这个营回去以后，可以作为种子教官，把训练成果推广到全旅其他单位。培训内容包括战斗内容，也包括指挥、通讯、后勤、医疗等诸多方面。还有另一个重点是乌克兰军队与北约的互操作，比如这次乌军采用的反装甲小队这种灵活的分散的前线作战方式，就是从美国和北约那里学到的。另外，前线部队更多利用微型无人侦察机等现代信息化手段，获取一手战场情报，
实现第一时间战场信息与指挥中枢的云共享、云指挥，更多利用武装无人机对敌方的地面装甲力量实施打击等等，这些都是新打法的体现。近期，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就乌克兰危机的态度变化非常明显。2月21号，当俄罗斯承认乌东的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独立的时候，拜登表示，北约的防卫义务仅限于北约国家领土，而不包括其他地区。但是随后，自3月15号起，先是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捷克3国的总理，再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然后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一改隔岸观火的姿态，先后出现在了基辅。与此同时，来自欧美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流入乌克兰。美国、北约加大对乌军事援助力度，欧盟高官渲染乌克兰必胜，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从波兰总理炮轰德法对俄不强硬，到匈牙利、塞尔维亚硬刚英美，不在俄乌之间站队，欧盟内讧不断，一个已经被撕裂的欧洲又会对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当地时间4月11号，奥地利总理内哈默访问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内哈默在会晤结束后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与普京的会谈非常直接、开放和艰难。他向普京发出最重要的信息是，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战争只有输家。内哈默强调，他此次莫斯科之行不是友好访问。他明确告知普京，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继续，如果乌克兰继续有人死亡，制裁还将收紧。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内哈默与普京的会晤持续约75分钟。按照澳方要求，双方没有发布会晤的照片和联合声明。内哈默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1位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举行会晤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不过，对于内哈默此行，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奥地利常被欧洲其他国家视为亲俄，此次行程几乎肯定会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在内哈默之前，4月8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盟最高外交官抵达基辅，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寻求加入欧盟一事，向他提供支持和保证。乘火车从布鲁塞尔抵达基辅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记者说，他要向泽连斯基传达的最重要信息是，乌克兰将走上欧盟道路。就在冯德莱恩抵达基辅后的一天，4月9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秘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自从本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泽连斯基和约翰逊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几乎每天都在通话。几周来，约翰逊一直渴望访问基辅，但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一直在试图对此次出访保密。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显示约翰逊正在从波兰开往乌克兰的火车上。约翰逊的此次访问本来是要保密的，直到他离开基辅。然而，乌克兰驻英国大使馆在9号下午的一条推文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其账号发布了一张两国领导人聊天的照片，标题为“惊喜”，还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约翰逊后来在推特上发布了自己访问基辅的照片，称他在那里是为了显示我们对乌克兰人坚定不移的支持。另据英国天空电视台称，在这次会晤之前，约翰逊宣布了英国政府将向乌克兰追加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武器装备。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则宣布，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甲车辆。欧盟一方面积极为乌克兰站台，另一方面，4月8号，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批准通过第5轮对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进口煤炭、木材、化学品和其他产品。其中，煤炭进口禁令将从今年8月第2周起全面生效。要知道，俄罗斯煤炭约占欧盟各国煤炭进口的45%，与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份额相似。日前就有欧盟官员建议民众减少洗澡时间，并多准备一些羊毛衫。事实上，欧盟选在用煤相对低谷的8月实施禁买，本身就是兼顾用煤和弃煤成员的利益，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需要强调的是，欧盟屡屡在不是诸如天然气呀、有色金属呀、金融呀、航天等致命领域切断对俄关系，反倒如此碎碎念的切香肠搞动作，反倒暴露了自己的软肋，那就是欧盟看似是世界第1大经济板块，可缺乏战略自主能力，无法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解决对俄关系，妥善处理乌克兰危机。
不过，目前欧盟还未能就进口俄油气纳入制裁范围达成一致。《华尔街日报》援引外交人士的话称，欧盟官员和一些成员国在敦促采取措施，减少对俄油气的进口，但这些提案仍面临来自德国等一些国家的阻力。也许正因为此，当地时间4月12号，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取消了原定前往乌克兰基辅的行程。基辅方面向德国联邦总统办公室明确表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安排相关会晤。乌克兰外交人士对此作出解释称，我们都知道施泰因迈尔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他眼下在基辅不受欢迎，我们会视情况做出改变。不过，对于坚决反俄的波兰来说，对欧盟成员国不愿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十分不满意。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甚至公开指责德国是制裁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波兰的国内港口公司还一直在德国境内法院发起诉讼，要求德国法院取消北溪项目。不仅是怒对德国，日前莫拉维茨基还将炮火指向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马克龙主张与普京进行沟通，寻求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俄乌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统计，仅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初，马克龙与普京至少联络了14次，包括电话、视频会谈及其赴莫斯科当面沟通。其中，仅2月双方就交谈了11次。当然，其实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也联系了10余次。不过，在莫拉维茨基眼里，这些通通看不见。有分析指出，莫拉维茨基公开对欧盟那2位老大哥如此不客气，底气正是来自美国。要知道，就在不久前，拜登还亲自跑到波兰为其打气。在这种背景下，波兰不仅不怕得罪德法2国，还公开叫板俄罗斯，称对美国的核武器部署保持开放态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4月7号，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审议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结果93个国家赞成，24个国家反对，58个国家弃权。虽然决议以2/3多数通过，但其实如果仔细观察，反对和弃权也达到了82票。对此，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马晓林就分析称，从投票结构和流向看，国际社会围绕如何处理这场危机，正日益明显地形成第3阵营，发出第3声音，即不赞成简单化和情绪化处理，拒绝非此即彼的分裂国际大家庭。第3阵营出现，第3声音出现，反对美国欧洲这种一边倒的这种方法，它会推动局势就像缓和谈判。避战，不要输送武器，不要火上浇油。我觉得这种理性声音的增长，理性阵营的扩张，将对俄欧危机回归理性处理，对恢复世界的这个治理和秩序是件好事情。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4月6号，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表示，目前匈牙利方面正在与俄罗斯协商天然气的费用问题，并在5月底使用卢布进行第1次付款。在天然气问题上，匈牙利并不打算盲从其他西方国家，更不会屈服于欧盟。其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竞选期间就被反对党攻击为普京在欧洲最后的朋友。对此，他直接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如果匈牙利参与制裁俄罗斯，立马就会爆发能源危机，没有天然气供应，并且可能引火烧身。在欧尔班胜选的同一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在总统选举中赢得连任。与欧尔班类似，尽管武契奇支持融入欧洲一体化，但他从不吝表态要维护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在乌克兰危机中，也表态不制裁俄罗斯。而对于塞尔维亚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投票赞成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的原因，武契奇毫不掩饰地说，那是因为遭到了来自西方的施压和恫吓。见普京还是不见普京？这似乎成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月改口最多的事情。4月8号，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称，谈判是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表示愿意与普京会面。第2天，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坐在谈判桌前。但是到了4月10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却在电视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已经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只有乌克兰在顿巴斯等关键地区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泽连斯基才会与普京见面。究竟哪句是真心话呢？乌克兰对谈判的态度摇摆不定，原因是什么？乌东地区是否真的要一场殊死较量才能让谈判重结束？
而且呢，乌克兰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也得到了埃尔多安的强力支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土耳其并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或关闭领空；另一方面，土耳其却又明确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允许乌克兰军队购买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与此同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对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2个重要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有控制权。由于认为俄军当前的动作是战争，土耳其对俄海军通行此处设限，并允许在必要时阻止一些俄军舰穿越土耳其海峡。英国《卫报》对此评论称，土耳其可能不是普京想要的诚实调停人。3月以来，以色列、印度、阿联酋等国家都先后与俄乌双方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及通话，展示出希望充当俄乌调停人角色的意愿。4月4号，阿拉伯国家联盟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访俄，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埃及外长舒凯里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准备成为俄乌谈判的调解人，以推动谈判进程，尽快结束军事对抗，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在结束访俄行程后，阿盟代表团又前往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讨论了为达成停火协议、以解决危机和恢复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阿联酋同样非常关注俄乌和谈。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期，3月1号，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扎耶德就曾与普京通话，表达了阿联酋希望就该问题与各方协调的意愿。3天后，穆罕默德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强调了持续和认真沟通的重要性，以找到符合各方利益且能保证各方安全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上，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海湾国家与西方的疏离感不断增加，甚至一度拒接美总统拜登的电话。2月底，阿联酋曾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及俄罗斯的决议草案中投下了弃权票。随后，拜登只好私下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扎耶德通电话，说服阿联酋重新站队。同样作为中东国家，3月初开始，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便马不停蹄地进行斡旋工作。以色列并没有对俄采取制裁措施，还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铁穹等武器装备军事援助，一直强调以色列与俄罗斯、乌克兰的牢固关系。作为美国盟友，以色列的表现令外界惊讶。目前，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了100吨人道主义援助，并宣布将在那里建立一所野战医院。同时，以色列与俄罗斯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以色列依靠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安全协调，并且俄罗斯在那里有军事存在。由于这个俄乌冲突，我们看到了这个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大幅波动，以及来自于美国的这种增产压力，使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特别希望尽早的解决俄乌冲突，能够使得国际能源市场、国际地区安全局势都能够得以缓解。不过，尽管各方积极斡旋，但俄乌的和平谈判进程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4月2号，俄乌谈判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拉哈米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当地时间4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表示，俄罗斯支持与乌克兰展开谈判，没有理由结束与乌克兰的谈判。乌克兰在谈判中进行了180度的转变，俄罗斯仍有耐心继续。但如果乌克兰方面仍在继续与俄罗斯对抗，俄方也会进行相应的回应。不过4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经陷入了死胡同，并称俄方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